我要推动某种程度的政治整肃，或者说人事安排的一个讯号。你就算习认为说我可以不断的换器官，我70岁只是幼儿什么等等，我万一真的出什么问题怎么办？他会设接班人，他会摆接班人，这接班人不一定摆得很明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这个中共最近宣布要在2026年的10月召开20届五中全会。这个呢，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不过呢，让人惊讶的是它的这个令人关心的议题不是原先关注的所谓“15五”规划，而是呢，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并且再次强调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样说起来呢，外边很多人揣测，这真的是此地无银300两既然要讲从严治党，代表党出了问题，说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就是党中央的领导出现了不集中、不统一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个中共的官场呢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震荡，又有一批人落马了，包括王岐山目前他的行踪众多猜测，然后温家宝、栗战书的秘书旧部接连出事。那这中间呢，当然这个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反腐，但是呢，会不会是一场21大前的政治清场呢？我想非常值得我们来探讨。所以呢，我们还是请中共政治权威、两岸问题专家，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民居正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详细的探讨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的，谢谢老师。我想这个中共的这个几中全会好像都有一定的这个架构跟模式，就是哪一次要讨论什么议题因为它是一届代表大会1中、2中、3中、4中到7中，分别都有那个阶段要讨论的事情。那么这个因为15五公布了嘛，所以这个五中全会照理说15五应该是个重头戏。那当然也有人说这是在21大前可能是最后一次这个中全会了，所以这个人事问题可能也是很重要。但是这次特别讨论所谓的从严治党，然后又要谈说强化集中统一领导，那这个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请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对，就像你前面说的，因为他们一般来说2次大会中间呢会有7次这个全会，那每一次全会呢，当然不是100%了不过每一次全会的它的题目跟主题呢大体是差不多的。1中一定是安排党的人事嘛，是。那2中是安排那个政府的人事，国务院呢这各部会人事。3中呢通常就是谈大题目，是改革啦，然后对外政策啦，改革啦，大政策等等，还没有单谈对外政策的。对外政策通常是附属在什么挑战与任务底下一大块，大概是这样。然后4中嘛就谈4中、5中、6中嘛，一般来说谈什么？譬如说农业问题啦、经济问题啦，然后党建啦什么等等。5中谈党建比较少，是，所以这是我们觉得不顶正常。而且就像你刚刚说的嘛，因为15五出来了嘛，所以5中照理说大家会比较关切15五，就是看你有什么到目前为止有什么想法，然后有什么新的政策出来什么等等。明年就要开6中跟7中，就准备那个人事，就准备那个21大的人事什么等等。所以理论上我们会认为说5中应该谈15五，就这次5中应该谈15五，然后呢6中会谈人事，然后7中呢就谈那个预备会议，就谈21大预备会议。那现在5中开始谈人事，谈这些呢？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看了议程那个新华社说大概是2个议程，第一个议程就是政治局要跟中央委员报告，中央委员会去报告说我1年的这个工作等等，这合理的，这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研究推进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还要加强党中央统一领导、集中统一领导，所以这些话在我们听起来都是不顶正常，因为这个在我们听起来可能我们敏感了因为一天到晚看中国问题可能比较敏感，
我们会觉得它像是一个未爆弹。大家说，哎，怎么会未爆弹呢？因为你这时候讲，就像你刚刚说的，一个讲从严治党，一个讲说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中共的这宣传下来是缺什么说什么，是，所以他现在在这个时候说，而且这样讲啊，他是不合时令、不合季节的说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才觉得不太正常。新华社通稿还有一句话，他讲的哈，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全面从严治党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所以有国内跟国外的形势变化，然后要从严治党面临新的情况跟新的问题。按照我们对中共这些话语系统的理解啊，讲这种话通常表示说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有你说叛变嘛，可能重了一点。这样说吧，用他们话来说就是不够忠诚。我当然还不能讲到忠诚失节，那话比较重了。不够忠诚，这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我倒觉得就是跟习近平的21大要连任有关系。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详细说。所以我猜党内应该有不少声音，就是或者议论，或者根本反对，甚至可能在串联阻止他21大连任。然后他有这感觉，所以讲出这话来。一般来说不会在五中讲的话，所以我们觉得的确不太正常。而这样讲呢，当然因为这样说哈，现在是8月份，离开五中时间呢还有差不多1个多2个月时间，中间难免会有变化。但是以现在来看的话呢，比较像是一个我要推动某种程度的政治整肃，或者说人事安排的一个讯号，比较像这样的。我们过去讲，我们说，因为大家都把21大呢看作是习近平能不能连任的一个大问题，对，那是个大问题。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你政治局也好，常委也好，中委我不去讲了啊，政治局跟常委，总有些人该下来，那下来之后谁上去？然后上去这个人呢，不只是进了政治局，不只是进了常委，他是不是有可能是将来是接班人？是说他不是接班人，不可能，不可能。我们最后再讨论，他一定要设个接班人，不管这接班人是明设还是暗设，他一定要设个接班人，或者设2、3组接班人，1、2组接班人，这样子对他来说呢，还有个保险。否则说我万一真的出了什么纰漏，后面完全没有保险的话，这对一个独裁者来说呢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认为呢，它会是一个政治整肃的讯号，也是一个人事卡位战的讯号。所以换句话说，所有这些题目，认为基本上真的是环绕21大来的。如果没有21大的话，那么五中全会大概不会展开，这是我现在的看法。是，我想我刚才说这个五中可能跟这个人事有关，不是说呢五中决定是什么人补对中央委员，什么人进政治局，倒不是，这个他们还是有他们一定规矩。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这次的五中很可能不管讨论什么东西很可能就是对21大人事的一个预先的准备。是也有可能一个伏笔。然后这个跟人事第二个有关的，就是呢，对于这一系列出事的人，会不会在这次五中的讨论透过各种方式把它定性了？有可能。这个是不是？这个是我认为，虽然不直接说谁上但是呢，这些讨论的东西呢，很可能还跟这个人事呢还是密切这个有关联，而不是只单单就关注政策。对，所以呢，这个我就想请教老师了，就是说呢，这个最近呢一连串的人出事了而且呢都是退休高层的秘书跟旧部引人注目包括王岐山温家宝啦、栗战书啦这些人。那么是不是跟现在的这个放出来的空气，所谓全面从严治党有关系呢？我是认为跑不了我是这样觉得。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谈到现在呢，张又侠是年初官宣的，1月29号、24号官宣的，到现在7个月了，6个多月了，快7个月了，没有任何处理的消息。是，
照理说不应该拖那么久，而且罪名蛮重的，是什么践踏啊，什么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话可不是一般的话，这个话讲出来在里面基本上杀头的，所以这第一个。第二呢，那有传说什么张二侠跟刘振立，甚至跟其他人呢，有意挑战习近平的什么东西啊，不管到什么程度。然后又有传说呢，跟文人或跟大佬相关，所以这样这个故事就慢慢连起来了。这就让我想到这一两年，这1年多来，有些事情的确不寻常。那时候，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你是记得很清楚。他2012年上了台，13年开始做反贪腐打老虎，然后帮他真正主打的呢是王岐山。好了，那王岐山显然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又传说要暗杀王岐山什么等等。那么也就反过来说呢，对习近平而言，王岐山呢帮他呢打了很多人之后呢，巩固了他的权位，是包括打了当时江派的很多人。是当时我们已经预先讲了。他是2012年11月上了台，我们在2012年9月就白纸黑字讲着说，他上台会打这个，会搞反贪腐，然后用反贪腐夺权等等，我们已经预告了，就后来真的这样走了。不过话说回来，他打的幅度跟广度超过我们想象，我们已经猜到要做这件事情，但打成那样子，我们还是有点吓一跳。不过毕竟这样打了，所以换句话说，王岐山呢，对于习近平来说呢，是立下了汗马功劳。那这种人呢，照理说应该，你不要说感恩戴德哈，也不要说一字并肩亡，好歹就让你安享余年，是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看到最近呢，跟这些中共的政治大佬呢，他们的旧部也好，秘书也好呢，被打得最凶的呢，还是王岐山的人。所以我有点想不通。我们随便数一下哈，第一个是董宏，他的大秘书，中央巡视组的副组长，从很早就开始跟着他啊，就被打了。这个被打，我们是真的吓一跳啊。第二是田惠宇，被打是被打的时候呢是招商银行的行长，从90年代就担任这个王岐山呢，那时候担任建设银行行长，就跟着他，就做他专职秘书。后来一路这样提拔到招商银行行长。第三个叫周亮，他下台的时候呢是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副局长，长期担任王岐山秘书，这样就3个了。再来李小红，中央巡视工作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岐山主政北京市的时候，跟中纪委的时候呢，李小红是重要助手，比刚刚前面讲说那董宏呢差一点。再来是肖培，中纪委的副书记，嫡系人马，从北京奥委会这个组织委员会的时候呢，就开始跟他。张宏立，中国工商银行的这个副行长，跟他跟王岐山呢在金融界呢这个打天下呢立下汗马功劳。那这些是跟他工作或者秘书了，或者说长期跟他工作副手等等。王岐山那时候在中纪委去打贪腐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中共一向这样做了，不过王岐山这样做也很明显，他的一个特色就是剪人家裙边。现在他的裙边基本被剪光了，你觉得看到他眼里面他什么滋味？他非常清楚，那就是把我的羽翼全部剪光了，那剩下我孤家寡人。当然这样讲可能还有点夸张，不这样说吧，所剩无几，这样讲是合理的。好，这是王岐山。第二是温家宝，那跟他相关的第一个呢是田学斌，水利部的副部长，是他的秘书。然后在孙志刚是下台的时候呢，贵州省委书记，发改委的这个副主任，是温家宝那是推动那个医改，温家宝的国务院推动这个医疗改革的时候，医事改革的时候呢，他是他这个医改办的主任，所以关系很近在贵州干过这个一把手。再来是段伟宏跟车峰或者叫居峰，是商界的这些关系人。所以温家宝被打的这些身边的人还算少，不过打到这样也很让人奇怪。第三个我就更奇怪，是打到栗战书。是栗战书照理说跟习的关系是比较近的，是对不对？那时候不是把那个
把胡锦涛请出去的时候，他不是要翻他东西吗？他不就遮住他吗？是，对不对？现在他身边的人被打了，一个就刚刚讲的孙志刚，也跟过栗战书的，一个是郭文清，这个五矿集团总经理，中冶集团的这个董事长，在河北的时候呢，跟栗战书一起工作。再一个叫李佳，是山西的政协主席，然后在栗战书在河北工作是直属下属。最后是唐方玉，是中办的副主任，跟栗战书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一个是栗战书，一个是温家宝，一个是这个王岐山，这3个人当然都用中国传统话来说，就位极人臣了。是，但是3个是不同的县，而3条不同县的人都差不多时间，身边秘书都被剪裙边，这就不是一般的事情了。所以，当然我们一个比较远的猜测就是，是不是真的是跟这个张又侠啦、刘振立啦，或军中的这些什么有些什么从习近平看起来什么不良企图呢？他们之间彼此勾结，或者说可能没有勾结，只是被怀疑勾结，那就出问题了。所以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但是看起来就是把，而且秘书还有个特色哈，秘书因为他们不只是秘书，他们除了我照顾这些照顾我的这老长官的这些什么政务啊什么等等，通常我帮他处理什么人事，是帮他处理财务，是那个小金库什么我帮他处理。第三呢，我帮他处理政商关系，这几个都是有政商关系啊，帮他处理政商关系。再一个呢，什么呢？我做交通员。台湾人听不懂什么叫交通员，翻成台湾话叫联络人，就是我跟他呢不好直接来往，因为太敏感了。我们2个身份都很高，那我去看他，他来看我，那被经上知道呢都不太方便。但是我底下人去看他底下人，他底下人来看我底下人，那样就接上话了。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过去我讲过，在赵子阳的时候被软禁的时候，用了这一招。他的儿子呢见了以前的叔叔伯伯，那些叔叔伯伯呢以前是赵子阳手下。你说这人直接看赵呢不方便，但这人看个2军5军呢，哎，这倒还可以的，因为他叫叔叔伯伯嘛。那过年过节了什么走动一下很正常，所以变成说交通员或联络人。那你如果说打到这些人的话，那情况就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说背后故事一定水很深，但是现在我们只看了这么多。是，我想刚才老师提到一个交通员，这个老实讲，在中共的这个政治斗争里头，这个交通员是非常重要的，很关键。哎，这个一般传来，这个为什么这个华国锋、叶剑英能够把这个四人帮搞垮，就是因为有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员王震啊，对，因为王震呢，他是这个封了个上将嘛，然后这个中央警卫团的这个老领导，所以呢，他游走这个中南海，这个掌握这些警备系统动向，对他来讲很容易。那而且没有人敢动他，是没有人敢动他。但是呢，他又长期就是在这个军队里头，这个嗓门大，然后也封了个上将。在北京那个时候，上将地位够高，但不是特别被重视的对象。所以呢，他就四处这个串门子，然后这个拉关系，顺便呢也传递情报。后来呢，据说就是因为呢，他这个功劳立得大了，所以呢，后来好像是人大委员长，就是以他这只上将的地位，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但是这据说就是邓小平觉得你这个有立了功劳，然后呢奖励一下，对。然后呢，像老师刚才有提到说，这么多的人，哇，这个如果在生活在台湾的这个观众朋友，可能就会这个感到像我就觉得，这个中共的这种官僚体系真的是太复杂了，对，人太多了，所以老实说，老百姓要养这么一大帮子这个官僚体系的，这个天生这个对国家的这个财政也好啊，这个行政效率也好，不可能太高。这么多人非常吃重的，这个以前就说什么叫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这么多年，越来越复杂。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大概文革之后呢，说要精兵简政，减到说19个部会，是，
就很快呢一下就跑出一大堆委员会出来，是，然后变成40几个，最后很快很多委员会慢慢变成部会了。所以简政讲了半天呢，不到5年时间呢，基本恢复原状，所以没有用的了。共产党习惯搞官僚体系，喜欢搞大官僚体系，他什么都要管，所以不太可能精兵简政。是第三个，对，是就像老师说的，这不太可能精兵简政嘛。然后第三个就是什么人呢？我现在到了某省，那这个就是我想好好干好了，那个我不可能这个不争取这个省委书记还是我上级对我的支持吧，一定得，不然我根本别干了。但是呢，我这样的话就会很容易就被画成说，我可能就是他的人马。那到时候呢，他垮了，我可能好好的也没事，我也跟着垮了。所以，我个人感觉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也有这样的感觉，甚至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这些中共的官员老实讲，可能平常很大一部分时间呢，要花在如何自保、如何结党、如何这个怎么样能够这个经营他这个四周上下周围的关系。那这个你忘了那个词吗？关系学，是对不对？你刚刚不是讲这个词了，讲了关系吗？对，就是关系学嘛，是就这个回事嘛。是，所以这个老实说，这个共产党常说的推倒了中国人民头上的3座大山呢。但是我看这么庞大的官僚体系可能是第4座大山呢。这一座大山远远大过那3座大山，毫无疑问的。是，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呢，这个当然有机会呢，再请老师多给我们解说。他从这个党史现在来讲这个问题你说历任的这个党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开始就一直说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党八股解决官僚，可是看起来好像这个越演越烈的感觉。算了吧，他们跟黄炎培不是在什么窑洞里面对话吗？说什么怎么解决的？黄炎培问说怎么解决治乱循环问题吗？他我们找了办法，我们找了民主的。我说鬼扯，根本不可能。早在他这个建立政权的之前呢，人家在东欧已经发现说，将来一定变成特权阶级，而这特权阶级会越变越大。果然不错，现在变成如此，所以搞得尾大不掉。最后呢，他们的这个中共的官僚系统呢，你回头去看看，大过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僚系统，是这个是绝对如此的，是毫无疑问的，是非常庞大。好，这个就以后我们机会再详细讨论。那么还是回到这个大家知道今年的这个倒下去的这个这个最大尾的最大咖的当然就是张又侠、刘振立了。那他们现在呢垮了，已经像刚才老师说的，到了现在也差不多快7个月了。以他们的罪名来讲，非常的严重，但是迟迟的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官宣说到底怎么了，甚至是死是活都有人在揣测然后被关在哪里也哪个单位在处理，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所以呢，有人说，这到底呢会不会在这个5中之前呢有个定性，有个彻底的处理然后会不会呢跟刚才倒的那些文官那些大佬又有这个扯不清的关系呢？是不是也请老师给我们解说一下？这个我认为说这个应该是有点关系，不过我现在没有确凿证据。现在回头来看当然张又侠的刘振立还比较少，传张又侠要跟习近平斗，已经传了好几年了，对不对？然后去年4中全会就讲说会怎么样，结果没有怎么样，就今年年初出了纰漏。那照理说今年年初出纰漏，你几个月的时间也应该有消息出来，但现在一直没有消息出来，所以大家现在就是变成说5中再猜一次，6中再猜一次，看他什么时候丢出来，也就是那只靴子什么时候落地呢？我们还真的在等。现在看起来他们的罪名大概2到3个了，当然了，他们丢出来的拿得出台面罪名一定是贪腐，是他就算丢别的罪名呢，但那地方大概会一句话带过去，就告诉大家说有这么回事儿，然后大家心照不宣，这个才是真的罪名。但是我们丢出来，然后说量刑什么的呢，通常是讲贪腐。好，所以第一个呢，贪腐跑不掉了，那这第一个。第二就是，因为你讲了说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那你要不要到时候他丢他罪名，然后就真讲说他挑战了习近平的军权？你要不要讲这个话？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孙立军的罪名也很大，对吧？孙立军那时候不是那个被抓的时候说他不是澳洲留学回来嘛，然后一路上爬上来很厉害，然后有多大的贡献什么等等，哇！就这一丢出来的罪名我数了一下40几个，我说开玩笑，这个枪毙10次都不止了。
最后定罪的时候呢，不但5个左右。我说怎么会从40几个他缩到1/10呢？没有这种搞法，就真的这样。好，那现在我讲的就是有没有可能哈，就是张月霞跟刘振利呢，前面也丢到吓死人的，到真的要丢掉定罪啊，什么时候还是讲贪腐，那还是有可能。但是如果你只讲贪腐的话，你怎么解释前面新华社或什么这讲啊，或解放军嘛讲说挑战这个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呢？你怎么去圆这句话呢？这是我觉得我还要观察的地方。这第一个，第二就是如果现在就是我不确定他做不做得到，因为现在已经8月多了，看起来这件事情这么久没有定案呢，应该是在军中碰到一定困难。是，也就张月霞、刘振利当然没有那么高的威望。张月霞在共军当中呢，他有过实战，然后长期在军中又待过多个单位，一路这样上来，所以门生故吏非常多。那么上上下下呢，你说把他拉出来之后，底下拉出一大串来呢，我绝对不惊讶。所以现在就这一大串，你拉还是不拉？然后拉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他现在是煞费周章。好，那如果要拉的话，你就要安个什么罪名？安个什么罪名？你能不能安说阴谋篡党、夺权反党集团？是能不能到那样子？因为你这样的话就符合了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但是要丢出来的话，要丢到这个罪名的话，那就不止2个人了嘛，是，对不对？那你是不是把什么李尚福了、魏凤和了，或者前面倒了一大堆上将、中将、少将呢，全部丢进这个篡党、夺权、反党集团里面去？要不丢到这里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那你刚刚讲说跟前面的文官那些秘书有没有关系？我会怀疑有关系。当然，我再说一次现在没有确凿证据。但从各种迹象来看呢，我们绝对不排除。不过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即便呢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勾结或者串联，他们只是聚会，然后私下发了牢骚，但是这个牢骚被听到了，然后被传过去了，最后牢骚被放大解读为妄议党中央或者说心怀不满，甚至就是居心叵测。那就另当别论。我们过去一直讲，我们说你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你看很多东西呢，可能都很担心，而且栗战书我不敢说，但是你从习的角度来看，王岐山有没有能力搞事儿？他认为有。那你认为他觉得温家宝有没有能力搞事儿？他认为有，对不对？所以如果经上认为这2个人有能力搞事儿，然后又看到某种蛛丝马迹的话，经上会不会心生怀疑呢？我觉得这恐怕才是大问题。是，我想这个老师刚刚提到搞事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就好像这个庐山会议的时候，彭德怀为什么垮台？对，就是毛泽东说你跟张闻天串联了，这个一文一武，这就是要搞事儿。天大的冤枉。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那后来呢，到了3总4帅大闹怀仁堂的时候。其实那些人是当着毛泽东的面拍桌子的，但是因为毛泽东认为说这些人就单纯的就是不反对文革、反对江青，但是他们没有反对我，就是他们没有要联合这个其他的人要搞事，所以这些人在毛泽东看起来比较像老粗，是，所以那些人后来基本算宽大处理了，就没有特别像彭德怀命运这么悲惨。虽然他们老实讲，这个就对毛泽东的这种冲撞来讲，其实恐怕是更严重的。像谭震林呢拍桌子然后这叶剑英这些人都广老谭的，这非常严重。但是因为毛泽东认为说他们没有要跟文人这些走资派特别串联，他们只是单纯反对文革所以就留了一条。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就是如果张幼霞这个会被严办，会不会是习近平认为你呢不止贪腐，你可能是打算跟反习势力串联？所以呢，这个因为向来中共就是靠枪指挥打嘛，所以呢，谁如果这个有了你手上的枪杆子，你可能就回来挑战我习近平的权威。我想这个可能性是不是也可能存在的？我认为就是他绝对不排斥这可能性。是，
我再说一次啊，可能真的是事出无因，可能只是就是聚在一起发牢骚。以今天的情况来说，你觉得大家不发牢骚吗？是，对不对？经济搞成这样子，社会动荡不安，然后整了这么多人，外交又搞到孤立了，跟美国又搞大对抗，然后台湾又没处理完，数来数去呢，你好像没什么大成就，就你还要干第4任，我们难免会讲牢骚。是，然后最重要什么？你抓了这么多人，不晓得你会不会处理我们？是我们难免有点担心。那发个2句牢骚很正常，但是我们认为是发牢骚，他听起来不像牢骚，是，他听起来只要认为说你越界的时候呢，那问题就很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不是讲了，我说赵子阳后来回想说，毛主席在1958年的时候精神就很紧张了，这句话讲得很含蓄，是，其实就是疑心病开始了，是，就这个意思。所以我想呢，这个疑心病，当然这个是这个最高领导人可能都会有了，但是民主国家呢，可能他没那么大权力，而且他有任期，对啊，要透过民意选举，所以啊，相对来讲这个就没有这么大影响。你看看那个川普要把那个联准会的叫我搞下去，当着面骂他骂了1-2年，骂1年多，他到任期才下去，你拿他没有办法。川普一天到晚讲我有权利开除他，那个联准会呢报了我管你就细声继续讲话，你哪有一点办法都没有？是，所以民主国家跟独裁国家到底还是有点差别了。是，那么啊，像现在这次呢，这个5中呢，在开的时候呢，一个最大的这个也是海内外呢都在讨论，甚至说是有点像讲笑话，就是说主席台上的人呢，好像是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军委这个剩下的这个2个了，这个20大时候7个，现在剩下2个。那么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呢，会不会有这个增补的问题就是你现在这个军委副主席啦、军委委员啦、中央委员啦这个政治局花了这么多，政治局也少了3个，政治局也少了好多个会不会在这次的5中以至之后呢有这些可能的人选会慢慢的浮上台面了？我想不是5中就6中，坦白说应该要补几个了，那否则坦白真的是不太好看嘛，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除了这些问题之后，我觉得更大就是习到底是不是接班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刚开头提了一下，现在我们可以多讲2句。表面看习是没有设接班人，你要知道原来邓小平立的规矩就是你应该摆2个这个50岁上下的摆进这个政治局，甚至摆进常委里面来，见习个5年，一个见习这个总理，一个见习总书记，然后这个5年之后呢，他们就接班了。就他没有摆这种人，所以大家觉得说他不是接班人。我对这个讲法呢，我是存疑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就算习认为说我可以不断的换器官，我70岁只是幼儿什么等等，我万一真的出什么问题怎么办？是，他不可能不想到这件事情，他总要想到这件事情。所以换句话说，当他想到这件事情，他会设接班人，他会摆接班人。这接班人不一定摆得很明显，因为摆得很明显的话，像王洪文那样，大家就乱箭射他了。是，你摆一个，或者像华国锋这样，很快就乱箭射他了。华国锋摆上来之后呢，4人帮就射他。王洪文摆上来，有多少人射王洪文呢？那么也就是说，接班人一定是摆得很明显的时候，人人都想打他。邓小平当时选了胡锦涛的时候，打他打最凶谁？江泽民呢？是，对不对？所以现在习近平如果说他把这些都看完了，然后他也得到了这个教训的话，他会在某个地方摆一个隐形的接班人，会摆在那个地方。当然了，摆在中央，你觉得最明显的丁薛祥，因为他最年轻。是，那所以丁薛祥现在受到的民间案件也不少了。但是摆在远处会摆哪里呢？第一，摆在这个4个直辖市，这是容易摆。然后呢，若隐若现，对不对？这一个，再一个再远一点，就是摆到比更远的，最富有的省份跟最穷的省份老边穷的省份，摆在最富有跟最穷的做省委书记，就像那时候华国锋一样，摆在湖南，所以我刚才说中央是丁薛祥，那如果说是这四大直辖市那北京就尹力了。那上海是陈吉宁啦，天津是陈敏尔啦，重庆是袁家军了，
所以这4个呢，严格说呢，他们作为隐形接班人都不是不可能。是啊。那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摆到比较远的贵州的这个省委书记啦，或者说这个内蒙的省委书记啦，因为原来新疆的马兴瑞看起来也可以，那现在马兴瑞提前下去了，所以看看后面的这个什么人。那么我再说一次啊，放在中央呢比较容易看到，比较容易成为箭靶子。那成为箭靶子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看你这个斗争能力有多强，我看你挨箭能力有多强。挨了这个满身乱箭，那个射的跟刺猬一样，还活得下来，那表示斗争能力强，可以成为我党领袖，那没有问题。摆在地方就是相对安全，就到时候反正哇，大家中央乱杀一顿的时候，啪，大家觉得没办法把他拉上来，就像戈巴契夫、戈尔巴乔夫，中央杀到一塌糊涂，就没办法把莫斯科市市长拉上来啊，觉得是相对安全，所以这是一个办法。所以我认为他一定有摆隐形接班人，所以这点我们还得慢慢看。你提到中央军委的问题，倒是这样的。我现在看了几个名字，我现在提一提。不一定会是这些人，但这些人现在看起来机会比较大。那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陈德民，这几个都是中将啊。一个陈德民，现在是主持军委的政工部的工作，他原是副手啊，主持工作，所以他扶正的机会比较大。这第一个。第二，王成南中将，他现在据说在主持军委的纪委工作，来接张生民。是。第三个，我觉得机会比较小，但有人提到他，所以我也提一下，熊兆元中将，他现在主持军委的政法委工作。那再来，当然比较合理是董军，董军已经是国防部长，干了这么几年，然后又没有给他争出2个位置，除非他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因为他是上将嘛，所以他进来最可能。你这样数完，把这4个人全部都摆进来之后，加张正民，再加这个习近平，也不过6个，还差1个。那个应该是谁呢？总装备部的人。所以现在就是看看装备部呢，谁在那边管事儿呢？他只要运气好的话，那就是他了。所以如果说军委要补实的话，7个呢，大概就是补这5个人。我都不说这几个名字啊。我说就补这几个位置，大家这个跑不掉的，除非什么呢？就是我习近平想说，我就不补了，我就等到21大再说，那就要等到明年了。不过我觉得就是我觉得5中6中补的可能性比较大，我只能这样讲，不是100%。是，我想习近平也好，任何领导人也好，要坐稳了这个中南海这个大位啊，不容易，没有军队这肯定不行的。对啊，所以呢，他其他的文官啊、政治局委，说不定还可以稍微先放一放。但是你说这个军委啊，这个军队的掌握，我相信这个他是念兹在兹的，这个是头号大事啊。这个共产党就是枪杆子里头出政权的，这是一定的。所以啊，这个刚才老师提到说，这军委委员呢，可能相对来讲就会继续增补。不过这就回到一个老问题了，就是这个高阶将领呢垮了这么多，这个都是同一个体系出来的，对不对？都是解放军这个体系出来的，你说这个补谁啊？那些人会不会心里觉得这个踏着这个先烈的这个血迹的这前进啊？这个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踏着学长的血迹前进，是应该是这样的。我那时候讲过，我说那时候习近平上来，你要提拔上将，你从哪里提拔？从中将提拔。你要提拔中将从哪里？从少将提拔。现在的中将跟少将谁提拔的？上任提拔的。是，每一个都上任提拔的。所以你挑来挑去都是经过上任手的，除非什么呢？上任挑上来之后呢，冰在那里冰了好几年，看起来解冻了，拿来用比较快。那很多国家都这样干，所以我们现在看就是说，哪些人被提上来之后被冰了几年之后，他出现机会相对来说反而比较大。所以这东西回去我们做功课就行了，可以的了，做得出来。是，所以我想呢，这个，随着这个5中即将召开啊，这个中共呢，不管是怎么样从严治党，怎么样对张刘2人定性，然后怎么样能够继续安排这个之后的职位呢？我相信对习近平来讲，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说老实话，牵一发动全身，也没有哪一个路。哪一个系统是他绝对可以放心的，绝对这个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我想现在恐怕也已经没有了。没有。
对，应该是没有了，因为被他这样整完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他没有一个放心的单位，陆海空火，然后什么全部都整过了，然后有的甚至整个这个解散然后重组过，所以没有一个放心的。以他的位置来说，他对任何地方如果完全放心的话，他自己恐怕都不放心。是，我觉得是这样。是，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他讲的辩证法的问题这个权力到了最大的情况的时候呢，反而呢迎来的是呢最深的不安全感。这个真的是，这个说来何必呢？我想这个关于中共的这种高层的这些变化呢，我们就已知的这个现象这个过去的这规律来推断呢这个明峻老师呢今天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这个深刻的这个分析。我想这个接下来呢会不会说不定我们节目播出之后不久又有人垮台了又有人官宣又定了什么罪名了，又还是又从这个现任的位置下来。我想这个都不意外，我们呢会持续的保持密切的关注。今天非常感谢明峻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谢谢老师，谢谢。也谢谢我们观众朋友的收看欢迎给我们批评指教，然后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会。这苏老师，我看这个党史看这些其实说这中国人并不笨对不对？你说这个人造卫星也可以放什么原子弹，什么军事那个科技的，不能说他没有什么成就，不能说中国大陆在这方面不行，可是花那么多时间在搞这些，你逗我，我拉你，这用他们话说，就花很多力气在扯皮，就这么回事。是而且扯完之后呢，通常还没什么效果，而且可能还反效果出来。他们自己也该想想了，走到这一步有什么好高兴的？是像这个每个人说我现在做了什么东西，然后谁当书记，然后接下来这个我就不得不听他的，然后我到时候就被锁定是他的人，那到时候他垮了，我可能也被波及了。我在美国念书时候认得一对大陆来的这些学生同学，那有的早我几年，有的晚我几年，那有的回去工作了，那有的留在海外。那留在海外来看我，他说他回到大陆去，然后呢，老朋友们说你怎么不回来工作呢？他回了一句说，我比你们安全。是他在美国教书，然后那几个在那边做大官。现在那时候回去的那帮人我都不能点名了，那边呢大概现在该垮了都垮了，现在剩下1、2个呢硕果仅存，我们来看一看吧。所以像是比如张幼霞，我在推想一个状况，就是可能有人反习，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就会想说，我现在忠于习近平，万一这个反习的人上了，那我也是身家不保我现在呢如果这个跟这些人有点关联，那到时候呢这些人垮了，我也身家不保。所以说来是两难，这我已经看见了。如果他什么都不表态，那说不定两边的人对他都不满意。对，就好像以前那个，我记得毛泽东晚年陈锡联主持中国日常工作。那陈锡联呢，就很多回忆录里面说，陈锡联自己说，我就是个维持会长。那维持会呢，就是抗日战争时候的汉奸组织的代称嘛，就是白天呢，这个配合日伪，晚上呢。这个跟八路军通消息，跟陈锡联的地位，当时说这个，老实讲也是很犯忌讳的。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哪边他也都不敢靠过去，哪边他也不敢得罪。简单说就是他自己也晓得处境尴尬，但他不这样做也不行，因为两边压力都不小。因为到最后就是他没有把握，最后到底这斗得会怎么样，他实在没有把握，他只能干维持会。其实不只是他了，你觉得？周恩来没有干维持会会长吗？是，对不对？一样的嘛，伴君如伴虎了。不，在这个体制下面，伴谁都一样。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哪里？